自从旺财这个名字被周星驰叫火以后，又在《大话西游》里推动了一把剧情。旺财，你咬的这根绳子，我怎么觉得好面熟啊？奇怪，就是我绑乾坤袋的绳子。哦。 旺财这一口可厉害了，把乾坤袋里的2只妖怪给放了出来，而眼看他们就要大开杀戒，菩提老祖立马用至尊宝的性命要挟，谎称他就是500年后的孙悟空转世。可白晶晶根本不信，因为昨天他用白骨火烧过至尊宝，差点就把他烧成了一堆焦炭。而听到双方交谈，至尊宝也明白现在局面要唬住两姐妹才能保命，于是高调承认自己就是孙悟空转世，再利用掩体和菩提老祖互换手臂，随后让白晶晶再烧一次证明身份。因为在他的世界观中，毕竟菩提老祖是个神仙，应付3位白骨火应该是小菜一碟。结果这个老登貌似学艺不精，手掌瞬间被烧得滋滋冒烟，头上汗珠说明此刻老祖是真的很疼。交来，真的烧焦了也没事。放手！你现在知道我是真的了，快点投降！我还有一帮兄弟，再加上个神仙，哎，你到哪里去啊？ 目睹老登跑路的至尊宝很是震惊，原来神仙是这么的不讲义气。更可怕的是，手下一票兄弟也全部倒戈，准备对付自己。面对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，至尊宝最终选择了先发制人。可他一个肉体凡胎，对上2只会武功的100年大妖，立即就被断层次实力碾压。而这时一票兄弟果断出手，刚才背叛其实是借机拉近距离，好能一举干掉2只妖怪。可想法是美好的，但现实却是非常残酷，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个人和一帮人根本毫无差别。仅仅片刻时间，一个个全被揍成重伤，爬不起来。忠勇的瞎子为救自己老大，更是被白晶晶一记冲天炮送走。见此一幕的至尊宝赶紧伸手去接，但却因为计算失误少走了一步。对不起，瞎子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没知道都是个瞎子，我最有眼光就是跟着帮助。 眼见瞎子就此原地立分，至尊宝立马提起木棍为兄弟报仇。谁知春30娘的头比石头还硬，木棍断成2截，至尊宝也被对方锁喉擒住。结果下一秒两姐妹就窝里斗，白晶晶一掌打伤师姐春30娘，美曰其名自己要独占唐僧长生不老肉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论耍阴招她还是太过年轻，刚才那一掌中了师姐的蜘蛛剧毒，没有解药7天后就会毒气攻心而死。这一下高下立判，白晶晶赶紧跪地秒变乖巧小师妹，求师姐不计前嫌放自己一马。可这时异变突生，跑路的菩提老祖又跑了回来，并且身后还跟着一只庞然大物。终于良心发现了你！不是啊，外边来了个更狠的。这个走一步地面就颤3颤的怪物，正是孙悟空的结拜大哥牛魔王。然而你知道吗？牛魔王的扮演者竟是老三国里的关二爷。如果不看演员表的名字，真的很难将两者联想到一块去。而牛魔王同样也是为唐三藏转世而来。此时的他犹如一座小山，是遇屋拆屋，建桥平桥，整个寨子顿时沦为了一片废墟，闹出如此巨大动静，那些躺在地上死了的人瞬间挺尸。你也装死啊？我也是。瞎子的装死当真是出神入化，不过至尊宝一行就惨了，他们4个直接迎面撞上了牛魔王。眼看对方气势汹汹逼问唐三藏下落，菩提老祖立马就把至尊宝给卖了，表示他就是孙悟空转世。听到这些的牛魔王顿时大喜，赶紧询问谁才是他的结拜兄弟。至尊宝这个老六一听这关系，觉得这一次肯定有救了，于是立马出来承认，小弟就是结拜大哥你的结拜弟弟孙悟空托世啊！是你？是啊，正是小弟啊！杀了你个勾引二嫂的王八蛋！两姐妹赶紧联手护住至尊宝，像大多数兄弟姐妹一样，在家闹得脸红耳赤，甚至大打出手。而一旦有外人欺负家人或者抢东西，必定会群起而攻之，讨回面子。结果人家牛魔王是和他们师父盘丝大仙一个等级的存在，仅用蛮力就破了白晶晶的法宝。春30娘的法宝盘龙缠丝更是被牛魔王当成零食吞进腹中。白晶晶不服，施展绝技3位白骨火，不料牛魔王此行带了芭蕉扇，随着扇子变大，指一下就扇得白骨火原路返。瞬间将两姐妹反噬倒地，接着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牛魔王吐出积攒了数百年的口水，这量可谓是大的惊人，当即就把周围建筑全给淹了。眼看水流越来越大，寨子里顿时乱成一团，争相逃命。瞎子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们刚刚是装死的。我靠，还疯了一个！同时两姐妹已经黔驴技穷，于是她们虚晃一招，揪住至尊宝和达叔逃离了此地，这让牛魔王感觉自己受到了严重鄙视，一路尾随来到了盘丝洞位置。可这里错综复杂，洞口竟有数百个之多，让躲在这里的两姐妹有了时间恢复伤势。至尊宝则是由傀儡达叔负责监视，而面对达叔直愣愣的眼神，至尊宝赶紧解释自己不是猴子转世，刚才承认完全是为了保命。随后他又拿出照妖镜，照自己脸颊，让达叔看有没有现出妖样。此时至尊宝的机缘未到，镜子里自然还是那副英俊模样。骗我，这根本就是猪啊！随后达叔将至尊宝带到春30娘面前，对自己的猪脸一事闭口不提。可春30娘就没那么好糊弄了，
面对至尊宝的油嘴滑舌，以及照妖镜证明自己，依旧坚信他就是孙悟空转世。在此期间，至尊宝被他折磨得鬼哭狼嚎，而白晶晶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却被春三师娘认为小师妹还对这只猴子情根深重，于是立马以解毒的理由为要挟，让白晶晶一剑杀了至尊宝，证明绝情绝爱。可拿到剑的瞬间，白晶晶却提剑刺向了春三师娘。纵使自己身中黑寡妇蜘蛛剧毒，她也没有一丝的犹豫。春三师娘猜的没错，即便是500年过去了，白晶晶依然还深深爱着那个令她肝肠寸断的猴子，报仇只不过是一时的逞强借口。当至尊宝承认他就是孙悟空时，就注定他又要再受伤一次。而在交手过程中，两姐妹互换一掌，同时重伤落地。白晶晶赶紧带着至尊宝跑进密室，此地石门是万年金刚石所做，唯一的钥匙又在白晶晶手中，可以说这里是洞中最安全的地方。春三师娘见进不去，索性隔门细数白晶晶被猴子欺骗的过往，可谓是字字诛心，杀人不用刀。他欺骗感情，背弃婚约，原来你跟赤岭君有段美好的姻缘都被他搅和了。他现在还没本事，等他恢复真身之后，一样不会理你的。至尊宝当即回怼，却被春三师娘告知今晚是月圆之夜，白晶晶很快就会尸变六亲不认。与此同时，牛魔王放出身上牛尸寻找盘丝洞入口，此时正值半夜时分，月光照耀大地。密室中的至尊宝突然大喊尸变，春三师娘告诉他对嘴渡器可以延缓尸变，并且让其赶紧打开石门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至尊宝打开石门跑出来后，下一秒就掐住了春三师娘的脖子。春三师娘这才发现他们互换了衣服，随后他就被至尊宝给推进了密室。结果就在这时， Goodbye。